1930年中原大戰，蔣介石危在旦夕，張學良坐山觀虎鬥，矮大緊在舊書攤買到597封當年舊電報，一手資料詳解軍閥版攻心計。各位油管的觀眾，大家好。我在美國閒來無事呢，就去逛書攤啊，無意中買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電報集，但是是597封中原大戰時期，代表蒋介石游說張學良的這個蔣的大謀士，就是大說客，這個吳鐵城的電報集。說一下背景。1930年，阎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三大軍阀聯合起來，夥同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汪精衛，共同發動了一場反對蔣介石中央政府的內戰，史稱中原大戰。當時軍事實力最強的卻是沒有參戰的東北軍少帥張學良。這個時候，東北張學良擁兵數十萬，而且空軍、海軍都是最強大，所以張學良坐山觀虎鬥，當時成了全國最大的红人。就是张学良實際上只要一封電報，不用放一槍，說他支持誰，這戰爭就結束了。蔣派呢是自己最得力的兩個大謀士，就是吳鐵城跟張群，啊那邊也是所有的陳公博啊什麼全上陣就去游說啊。那個馮延礼因為都是軍人，所以他們還拉了一個政治領袖一起反蔣，就是汪精衛。所以既有汪精衛这樣跟蔣至少是平级的，在這個黨的地位裡、國家的地位裡，又有各路大軍，所以兩邊實際上各方面都不相上下，就等張學良一句話。這個電報呢，這597封電報就是吳鐵城到瀋陽之後，從瀋陽跟南京跟各方面吧，所有電報都在這裡了。主題是什麼呢？就是你幫我吧，張學良，我給你股權。給你現金，給你那各種各樣的那個收購邀約條件，大家處理這個國家的事非常像今天的這個兼併收購，就是兼併收購無非就是股權、現金、團隊，然後這些事兒，實際上就是蔣對張的一次全面兼併收購。這個股權呢是最好談的，就是整個電報裡有關股權，這國家的股權其實就是怎麼地盤歸誰，就談了一次就談成了，就是黃河以北全歸張學良。就是你只要支持我，黄河以北都歸你，就是以後你就北平行营，就是都管了，就是這是你的，這黃河以北算30%多股權吧，差不多算中國的，所以就30%多股權給你了，然後呢，錢這個地位給你陸海空軍副總司令，就僅次於蔣，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。張學良這個名字我們並不陌生，通常這個名字前面會加一個頭銜少帥。這讓我們覺得他應該是又年輕又帥，我們印象中的他應該是這樣或者這樣，而真正的張學良是這樣。現在日本用這種暴力而佔領全滿洲的領土，為這個暴力之下犧牲有數千萬的財產，有數千無告的這種平民。這裡邊電報裡有大量的電報呢，是討價還價這個錢的事兒，因為那邊沒錢，那邊馮延禮唯一有錢就是阎錫山，阎錫山又摳門，特別摳門。然後當然咱們不說山西人摳門啊，就是阎錫山摳門，那五台縣的人摳門，所以張學良開價1500萬，跟現在的1500萬不一樣啊。那會兒一上尉軍官1個月10塊錢就養家糊口了，那會兒的1塊大洋是很值錢的。2000塊錢買一4合院，那時候1500萬大洋。有關這件事呢，這裡電報就很有意思。然後就那個蔣介石就只要戰爭能贏就不管了，就說行啊，給。在電報裡提到蔣，一律叫主座，因為蔣有的時候是這職位，有時候沒職位，有時候只有軍職没有政府職位。当然這個時候30年蔣是國副主席，但是他也不叫主席，都叫主座，就是不管你蔣擔任什麼職務，還是你下野回家，你都是我們的主公。然後宋子文就給吳鐵城发电报说，主座虽然说了答应了1500万大洋，可是我没钱，
那麼多錢都要用来支持戰爭，說我們現在有大量的錢要去捷克、法國買武器、買彈藥等等等等。說你跟漢卿商量，漢卿就张学良，你跟漢卿商量說，咱能不能这样？我呢特別像兼并收购，就我先給500萬，剩下1000萬當做這個瀋陽兵工廠買武器彈藥的錢。說你別想這主意，我就要錢，1顆子彈也沒有。所以宋子文又發一個說，要不然咱們，500萬現金。發行1000萬，叫整理東北財政國債。這國債是個什麼東西呢？舉個例子，老王家窮頂哪兒想，他打腫臉充胖子，今兒想蓋房子，明兒想娶媳婦兒，後天想做買賣，一摸兜还卖完，沒有錢呢。那怎麼辦呢？沒有事兒，借。老王可哪跟人借錢？他想混借錢不好聽，就印了一堆借條，取個名叫債券。這下借錢就變成了買債券，好聽多了。這不是借錢，是給你機會發財。3年還清，利息5%；5年還清，利息10%。那有人買嗎？老王買可能沒有人買，要老王變成國家，買的債券叫國債，買的人就多了。你想啊，國家倒閉不了，給的利息還高，比什麼股票啊、基金啊靠譜多了。那時候軍閥混戰，包括我軍最窮的時候也是沒辦法，印一票子說红军票，比如说勝利以後兌現，然後先把那雞拿來吃，然後這票子先留着。國債其實就這樣，這國是你的，那國債就兌現；那國不是你敗了，那這國債就作廢了。但是說你告訴漢卿，他只要支持中央，就支持蔣了，这個仗必勝，仗必勝，中央就還是合法中央，這個國債是必兌現。所以呢，這就是1000萬。最後張學良想來想去同意了，說這個行，然後就開始扯什麼皮呢？當然，這中間發生很多事。張學良主要以打麻將，那個文明麻將，來平衡兩邊，因為兩邊謀士都在瀋陽。然後張學良有時候就跟這幾個講的這幾個謀士打麻將，然後聊一聊你們家幹嘛的呀，什麼閒聊，說不談正事。突然張學良就不理他了，就跟那邊打麻将了。然後最後就花錢說怎麼回事？說少帥怎麼不理我們了？後來說哦，因為前線這個濟南被傅作義攻占了，就傅作義是那個阎锡山手下的重要将領，这也是後來就北平和平解放也是他，這個是算是晉軍第一能打的吧，就是他徐永昌什麼這幾個，所有東北軍官就都急了，就跟張學良說咱們不能支持蔣，說咱們得坐收漁翁之利，一封電報收黃河以北1000萬現代洋，好，咱真出去拼命去打去，說那就不值了，說這蔣軍連濟南都守不住，說那咱們，所以張學良就不理他们了。然後吳铁城就最後變成由張學良指揮戰爭，吳鐵城就發個電報給蔣介石說，漢卿說的態度就是說，中央軍如果不能收復濟南，他就不表態支持中央。於是就蔣就孤注一擲了。當時剛才我不說了，八大金剛全體主力都在隴海線跟馮西北軍打呢，然後全體主力撤下來，以急行軍的速度往濟南趕，所有的師長們全都不騎馬打綁腿，就帶隊行軍，陳誠什麼全都拼了，然後就當把濟南收復了。濟南一收復，張學良又開始坐下來打麻將，說濟南收復了可以聊一聊，但是呢張學良提出一個說，黃河以北歸我，天津肯定在黃河以北嘛，天津海關得歸我，因為天津海關是當时中國最富的財政來源，是中央最重要的財政來源。然後吳鐵城就發電報給宋子文說，漢卿說了，這個天津海關要歸他。宋子文堅決不幹，回電說，天津自有海關開始，天津海關的收入就歸財政部。你騙我啊！你說給我30%股權，可是有一塊重要業務，這就跟兼併收購一樣，說哦，股權給你30%，可是重要業務你不讓我做，這是好生意。天津海關坐地收錢，就不幹了。然後這邊就說半天，宋子文就死扛住，就不幹。啊，最後呢，張學良軟了一點，說那這樣吧，說天津海關可以不要，但是3條路局可以歸我，就是當時最重要的3條鐵路，就是這邊出發的津浦線，天津到浦口，其實就是北京到南京的吧。然後這邊的平漢線就是北平到武漢，然後平绥線就是這3條線，3條鐵路。因為當時你說中國那麼窮，打得破爛，真正掙錢的除了海關就是鐵路。所以說那我要3條鐵路，結果又惹毛了一位，
這回孫科鐵道部長是孙中山的兒子孙科，这个宋子文呢是讲的大舅子，孙科按说算他大侄子吧，就是孙中山的儿子嘛，他一直追随总理，大侄子，所以俩人都不好惹。孙科就说了，就发电报给吴铁城，说这个金浦路过了济南就已经到黄河以南了，是吧？这个平汉线过了河南，什麼鄭州的也過了黃河了。說主座說了，黃河以北歸張學良啊，那為什麼這兩條線過了黃河都還得歸他？這條鐵路這不行，這絕對不能統一，不然我這鐵道部長不幹了，因為他沒事幹了。中國最重要的這幾條鐵路，除了南邊的粵漢鐵路，那就全歸你張學良，那我幹嘛去？而那3條鐵路非常掙錢，好像一天能掙3萬多，就是很多錢。然後，於是就堅決頂着，張學良就徹底怒了，說那就別聊了，啊，天津海關不歸我，3條鐵路不歸我，那我怎麼着？我收莊稼，就到處收莊稼，那怎麼掙錢？於是就不幹了。最後蔣就出面彈壓，蔣呢估計還是怕老婆，這個大舅子還是不敢惹，就最後說服孫科說，哎呀，戰爭輸了，1條鐵路也沒了，是不是？戰爭贏了，有的是辦法，讓你當行政院長行吧，就是總理，或者讓你當那個什麼，你就讓了吧。所以最終呢是孫科妥協了，就3條鐵路都歸張學良，張學良終於開始擬電報了。1930年中原大戰蔣介石危在旦夕，張學良坐山觀虎鬥。高曉松在舊書攤買到597封當年舊電報，一手資料講解軍法版《攻心計》。電報擬着，突然少帥怒了，為什麼呢？蔣等不及了，說你這吳鐵城在前方，這張學良時無放電報，前線這打得天昏地暗。蔣最後派人拿了100萬現金現大洋，收買了東北軍駐守山海關的這個旅長，就讓他自己單獨出兵。因為當時通訊沒那麼發達，不像現在有微博啊，一會兒就闢謠了，一會兒闢謠了。當時這個旅如果從東北一入關，馬上全國就認為張學良出兵了，支持了蔣，那對方就崩潰了，直接，所以就想造成既成事實。但是這件事呢，這位旅長呢口不嚴，被他上級這個軍長叫於學忠給發現了，於學忠直接就把旅長捆到張學良面前，張學良當場給槍斃了，而且就翻臉了，跟蔣說你這就相當於兼併收購的時候，你挖我團隊，你本來要買我公司是吧？咱倆談股權、談現金、談價錢，好，最後你把我還偷偷派人收買我團隊，那這你收購我這事兒我可不幹了。哎呦，這吳鐵城急的就給蔣介石發電報，說都急了，說主座如果信任我們，我就全權由我們代表，至少什麼事通知我們一下。說如果你不信任我們就回南京就完了。說我們在這前方，那也是前方啊，雖然不是戰場，那也是冒着生命危險，就讓人一生氣給槍斃了怎麼辦呀？然後蔣介石就回電報說，我不知道這事兒。他能不知道嗎？你想誰敢都背着他幹這麼大事？說我不知道這事，不知道誰幹的，查出這個人，然後你就如何處理他？說你跟漢卿講，致以深刻歉意，說這是我們管理不嚴，我們就是不是我董事長 CEO 幹的這事兒，挖你團隊事是我下邊一部門經理幹的，說我一定要把他開除。說你告訴張學良，說我保證兩個人赤誠相待，就是保證不那個如何。然後於是吳鐵城又去跟張學良嘮說半天，終於最後這個張學良在1930年9月18號，你歷史就算你不說你也知道918吧，真正這918呢是1931年的918，就是日本佔領東北的918，這就是整整1年前，也是張學良最輝煌的時刻。他9月18號那天呢，張學良發出巧電，支持蔣介石，支持中央罷兵息戰，大家一封電報完就戰爭就結束了。什麼是巧電？從清朝那會兒，中國就開始用電報了。那會兒發電報可貴了，按針算錢。後來有個聰明人，就叫老王吧。他說這個日期太浪費錢了。你舉個例子吧，12月31號，7個字，7兩銀的就沒有了。心疼啊，老王就發明一種新的記日辦法，用地勢來代替月份，就是子丑寅卯，用月末呢代替日期。等等，月末是什麼意思啊？
咱現在學數學不得背乘法表嗎？一得一，一二得二，古代也一樣。要想學寫詩詞，你就得會押韻呢，就得背韻母表。基本上上好学人都得會背這個表，這樣一天對應一個韻母。有文化人就知道是哪天了。那沒文化的人呢？沒有文化，你發什麼電報啊？這個辦法在電報領域用了70多年，不少歷史事件都是以這個命名，什麼馬日事變吶、文西大火呀。18號這天代號正好叫巧日，所以那天發的電報就叫巧電。來到南京的時候，那是张学良的巔峰，大批的中央委员直接过江，在浦口车站迎接张学良，鼓乐齐鳴。然後张学良下了火車，上船去南京。全部南京江上的所有的军舰鸣19響礼炮，然後所有的民船拉响汽笛，就是表達對張學良的敬意。哇天，張學良30歲年輕小伙子，你想想。然後到南京，賈介石親自接，然後後來老婆來了，于凤至来了，宋美齡親自陪，然後俩人就跑到中山陵去结拜成兄弟。所以西安事变之後，张学良为什麼敢去南京？因為張救過蔣。30年如果不是張發這一封電報，那蔣就有可能敗了。所以我後來看到也是在舊書攤上看到的，就是台灣的一個小記載，我覺得挺有意思。就是張學良後來不是信了基督教嘛，信了上帝，然後有一天，這個他老在一個鄉村教堂裡，這個就是從星期天去做這個叫什麼呀禮拜。然後有一天突然他的衛隊長，其實也不是衛隊長，就是阮進他的頭吧，說今天給你接到命令換一個教堂。張學良那時候你像阮進這，我有什麼權利說換教堂的？結果換到那個教堂就是蔣和宋美齡做禮拜的教堂，啊，蔣跟宋美齡坐在第一排，張學良和趙四就坐在最後一排。然後那時候他們俩已經多少年沒見了？那已經1960幾年了。你想想，1936年底37年初被抓起來，然後那麼多年了，已經20多年沒見了。然後蔣禮拜完，他知道張學良了，當然他下的命令，張學良才能在這兒禮拜。但是和宋美齡往出走，路過張學良身邊點了一下頭，張學良點了一下頭。我如果以後還能在舊書攤上淘到這種有意思的電報集，或者是我還是會拿出來給大家講。拜拜，希望下期還是你尤姐。再做一廣告，嗨，怎麼那麼多事兒啊？這個本人3月中旬會出版一本我的小說、劇本、雜文各種文集，叫做《如喪》，就是如喪考妣那個如喪。這個但是人一生會喪很多事兒，就不光是考妣了，所以就如喪什麼就不管了，叫如喪。這個很多字，好幾百頁。